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扎心的问题？为什么小时候同吃一碗饭、同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、亲姐妹，到了60、70岁，那个曾经你以为会是你一生最坚实的靠山，反而成了你心里最不愿触碰的一根刺？为什么走了一辈子的手足，到头来竟然越走越陌生，甚至比外人还要疏离？很多人将此归结为缘分淡了，或者人心变了。但我今天想告诉你一个可能从未听过的真相，这背后其实暗藏着每个家庭，尤其是步入晚年之后，最容易被忽视的风水问题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能量场，一种气运的流转。父母在，家是一个完整的圆，气场是凝聚的。父母一旦离去，这个圆就破了，气场开始涣散。这时候，如果处理不好兄弟姐妹这层最特殊的关系，不仅会耗尽你几十年的亲情，更可怕的是，它会变成一个消耗你晚年福气和财运的无底洞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？别急，今天我就为你揭开这个秘密。我们将一起探讨，究竟是什么让至亲手足走向末路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为你点破3个天机，告诉你如何稳住自家的风水，守住晚年的安稳与富贵。这3件事看似简单，却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悟不透的修行。你若能听懂并且做到，我敢保证，你的晚年将会比绝大多数人过得更顺心、更安稳，甚至更有福气。我们先来撕开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。很多人以为手足之情是血缘刻下的烙印，是天生牢不可破的。可人生走到后半场，你才会幡然醒悟，血缘是上天给的硬件，而感情却是需要人一生去维护的软件。父母在世时，他们就像一座桥，无论你们之间有多少磕磕碰碰，这座桥始终连接着你们。你们会因为要孝顺父母而聚在一起，会因为父母的叮嘱而彼此忍让。可当父母这座桥轰然倒塌，很多人才惊恐地发现，自己和对岸的兄弟姐妹之间早已是万丈深渊。一件遗产的分配，一句无心的传话，一个被遗忘的承诺，都可能成为压垮几十年情分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人说，父母不在，兄弟姐妹就是彼此在世上最后的靠山。可现实呢？有多少人的靠山，最后变成了火山，随时准备爆发，灼伤你的心情，践踏你的自尊。他们不再是你的手足，而变成了一本精于计算的账本，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比较的对手，一场永无休止的竞争。这就是我们晚年最大的内耗。你可能会觉得委屈，我们明明是一家人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真相是，兄弟姐妹不是不爱你，只是每个人活得都太辛苦了。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，自己的秘密，自己的不得已。我们成长的年代，没有人教我们如何与手足相处。父母离开时，更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在没有润滑剂的情况下，继续维持这段复杂的关系。于是，亲情这门本该最温暖的功课，成了我们晚年最难修的学分。看着一个个家庭，从父母在时的热热闹闹，到父母走后的死寂安宁；看着一对对兄弟姐妹，从年轻时的有说有笑，到晚年时的形同陌路。那感觉就像，本来以为会紧紧拥抱一辈子的人，结果只是轻轻一松手，就各自奔天涯了。不是不想亲，是不知道怎么亲；
不是不想和好，是不知道谁该先低头。人越年长，越会体会到维系亲情从来不是靠血缘的本能，而是一场需要智慧和定力的修行。你与兄弟姐妹越走越远，不是因为感情淡了，而是因为你们的人生轨迹、社会位置、经济状况，甚至是对爱的表达方式，都早已天差地别。如果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不幸也走到了这一步，请记住我接下来的话。此刻的你最不能做的就是被情绪牵着走。你越想争个对错，就越争不清；你越想讨个说法，就伤得越深。你越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就越会把关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，最后没有赢家。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件事看作是你人生的一场终极修行，放下那一层执念，你会发现有3件事是你真正能做到，也必须做到的。你做好了，你就赢了。你稳住了，你的心就不会乱，你的晚日就不会痛。因为一个人的晚年能否安稳幸福，从来不是由别人决定的，而是由你自己。人到晚年，要的不是对错的呻吟，而是内心的安宁；不是冰冷的道理，而是人情的顺心；更不是虚无的面子，而是一种放下一切后的自在。接下来，我就和你慢慢讲透这3件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着人生大智慧和风水玄机的事。只要你愿意听进去，愿意试着放下，愿意在余生做到，你的晚年绝不会被手足纷争拖垮，你的心会比年轻时还要轻松自在。我要说的第1件事，也是最根本的一件，叫做让情绪慢下来，让话语轻一点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很多兄弟姐妹到了晚年，那些真正的解不开的矛盾，真的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？不是，往往都是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。可能就是一句话，你觉得对方语气不对；可能就是一个眼神，你觉得对方看清了自己。彼此都太敏感，都太坚持自己的感受，谁都不愿意先放慢语气，谁都不愿意先停下来思考一下。于是一丁点儿的火星瞬间就被情绪的狂风点燃，最终酿成燎原大火，把几十年的情分烧得一干二净。人生越往后走，越经不起折腾。不是事情有多难处理，而是我们的心太累了。所以这第1件事的核心，就是让自己的心先安稳下来，不在那个情绪紧绷、剑拔弩张的时刻去触碰那些容易爆炸的话题。这看似是在为别人让步，实则是在为自己的余生铺平道路，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。你想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脾气和情绪如果还像年轻时一样火急火燎、一触即发，那只会把小小的误会越讲越深，把浅浅的裂痕越撕越大。兄弟姐妹间的争执，很多时候根源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我们都忘了，彼此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打闹、口无遮拦的年纪了。年纪越大，心越脆弱，心越脆弱，话就越容易伤人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谁也不肯退让，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死结，一个多年后连自己都忘了起因，却始终耿耿于怀的死结。与其去争一个你自以为是的道理，不如先让自己的呼吸缓一缓，让那股顶在胸口的气顺一顺。当你能先冷静下来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那些原本眼看就要爆发的事情，往往自己就停住了。这不是让你，而是让你看懂局势；这不是忍，而是让你看得更清楚。晚年生活最怕的不是一无所有，而是把一生的亲情折腾得七零八落。
记住，一个家里的气场，只要有一个人能稳住自己的火气，那这个家就不会轻易散掉。只要有一个人能把激烈的情绪转化为温和的回应，那段关系就不会坏得太快。这不是软弱，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，一种能镇住家庭气运的强大能量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年轻时脾气很倔，兄弟之间因为一点小事，别人说一句，他非要顶10句。结果呢，每次回嘴，事情都变得更复杂，关系也更僵。后来他慢慢悟出一个道理，在别人情绪上头的时候，先不急着回应，在心里告诉自己不急，等他气消了再说。多年之后，他成了整个大家族里最稳重的人，兄弟姐妹间有了什么误会，都愿意先找他聊，家里有什么大事，也都愿意先听听他的意见。他自己却说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学会了不让情绪控制自己的嘴，不让冲动毁掉几十年的关系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，一种4两拨千斤的内在力量。兄弟姐妹之间，无论关系多僵，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把音量收一收，话到嘴边少讲一句，让自己停顿2秒钟，就足以让整件事不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。你要明白，不是所有的矛盾都需要立刻解决，但所有的矛盾都可以避免它继续恶化。你能稳住自己，就是在稳住一段关系；你能不把火点起来，就是在替自己守护晚年的安宁日子。到了晚年，人和人之间最怕的不是争吵，而是吵完之后的冷漠和死寂；最怕的不是意见不同，而是心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你愿意让自己的情绪不把事情推向万劫不复，就是在给彼此一个继续做兄弟姐妹的机会。生活已经够辛苦了，何必再在亲情上增添额外的负担呢？你若能做好这第一件事，让情绪慢下来，让话语轻一点，让火不被点燃，那么你人生的烦恼已经少了一大半。这就是为自己修的第一份福气。说完了情绪，我们再来说第2件必须要做到的事，不要做那条传来传去的线。到了人生的后半段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能摧毁兄弟姐妹感情的，往往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，而是那些一句话的是非，2个心眼的猜测。一个家庭里，如果没有人愿意站在中间搬弄是非，那日子其实不会过得太难。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一句话被传来传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传话的人可能无心，但话语的语气变了，表达的意思就歪了。本来没事的关系，就这样被一根无形的线越扭越紧，越拉越远。人心最怕的是什么？是误会。很多兄弟姐妹之所以越走越凉，就是因为感觉他不再信任我了。而信任这种东西，一旦动摇，亲情就很难再回到最初的样子。所以，人生第2件必须做到的修行，就是管好自己的嘴，不做是非的传声筒。不是每一句听来的话都需要转述，也不是每一个人的情绪，你都有义务帮他带到另一个人面前。尤其是在兄弟姐妹之间，彼此本来就熟悉，本来就敏感。你一句大哥说你最近，我一句三妹背后讲你如何，这些话听起来可能不是恶意，但传到当事人耳朵里，就立刻会变成最锋利的刀子。这把刀不是你磨的，但是从你手里递出去的，它就会伤人，伤了别人，最终也会反噬到你自己。我曾见过一个家族，就因为一句话被传错了，导致姐妹俩10几年没再坐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。事情小到不能再小，姐姐出门匆忙，忘了父母交代的一件事。妹妹心里不舒服，随口跟另一个亲戚抱怨了一句，结果这句话经过那个亲戚的转述，再传到姐姐耳朵里，原本抱怨的语气没了，
变成了恶意的埋怨，一个普通的情绪演变成了人格的攻击。姐姐听了自尊心受伤，妹妹也觉得委屈，两边越想越气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这10几年的亲情空白，值得吗？一个家之所以会走散，往往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，而是因为一句话走了形，一段意思走了样，一件小事被无限放大，直到无法收拾。晚年，我们不需要争什么输赢，只要学会在口舌上留一分余地，亲情就不会被轻易斩断。你听到什么，不多说；你知道什么，不多讲。你愿意守住这一点，你就是在守住一个家最重要的风水眼。做人可以有立场，但不能让立场变成伤害亲人的武器。你不把听来的闲话当成武器，你的良心就不会背上沉重的负担。不传话是一种智慧，不添油加醋是一种善良。能够主动把别人的负面情绪截断，不让它往外扩散，这是一种功德，是修行，更是为自己积累的福气。到了晚年，你会慢慢明白，人不是被事情累垮的，而是被情绪拖垮的。家不是被矛盾拆散的，而是被是非的口舌瓦解的。你越是不当那个传声筒，就越能替自己保持一份内心的清净。你的心越干净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越不会失控。兄弟姐妹之间，即便做不到亲密无间，也绝不能变成互相伤害的敌人。记住，关系不好不难过，传出误会才最让人心碎。你守住自己的口，就是在守住自己的福。你不把那些负面的东西传出去，就是在替自己积一份阴德。到了60、70岁，一个人过得好不好，不是看你外面有多少朋友，而是看你能不能让自己的内心保持一份安稳。你不传话，就是在替自己留住这份安稳。你能做到这第2件事，人生就已经轻松了一半。说完了前面2件对外的修行，最后我们来说说第3件事，也是人生这个阶段最难的一关。这一关考验的不再是外在的事实，也不是兄弟姐妹的态度，而是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这颗心。这件事就是不要把自己晚年的幸福交到任何人的手里。一个人如果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，那总有一天会失望。尤其是寄托在亲人身上，那种失望往往比来自外人的伤害更深更痛。因为你越是在意谁，谁就越容易伤到你最柔软的地方。这话说出来，听起来或许有点冷酷，但走过大半生的人都明白，人生越往后走，越需要靠自己撑着。兄弟姐妹的感情再好，也可能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变淡；兄弟姐妹的想法再接近，也可能因为生活轨道的不同而逐渐拉开距离。兄弟姐妹之间再亲密，也无法完全靠得住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人生的常态。很多人到了晚年，最大的痛苦不是年龄的增长，不是身体的衰老，而是心理上的巨大落差。小时候我们以为手足就是一辈子的依靠，年轻时我们以为大家会永远心连心，中年时我们以为亲人之间总能多一分理解。可到了晚年才突然发现，人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，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。你愿意为别人付出，不代表别人有能力也有意愿回应你。你记得别人的好，不代表别人也会记得你的。你愿意伸手拉别人一把，不代表在你需要的时候，别人也一定会回头扶你一下。人心不是不善良，只是各有各的命，各有各的路，各有各的责任。人生走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最要紧的不是别人怎样对我，而是我怎样让自己过得心安理得。有位智慧老人说过一句话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：年轻时靠父母，中年时靠自己，晚年时靠心态。
兄弟姐妹再亲，也只能陪你走一段路；儿女再孝顺，也只能替你承担一部分责任。真正能从头到尾陪着你的，只有你自己的这颗心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不要再幻想谁能给你一个天衣无缝的依靠，也不要再期待谁能替你解决心里所有的苦。别人能给的是陪伴，是善意，是偶尔的扶持，但这些绝不该是你人生的全部。你的心如果一直抓着外人，外人的手一松，你就会立刻跌倒，失去方向。但如果你的心能稳稳地依靠自己，你会发现，无论谁离开你，你都依然站得住。我认识一位伯伯，年轻时特别依赖家里的兄弟，做什么事都要跟他们商量，逢年过节都要等他们邀请，心里不舒服了，也总希望兄弟们能来安慰自己。父母在世时，大家庭热热闹闹，他觉得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到老。结果父母一走，兄弟们开始各忙各的，他一下子无法接受，觉得自己被遗忘了，被冷落了，内心越想越委屈。后来他用了很长时间，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，不是别人变了，而是人生走到了这个阶段，大家都开始承受各自生活的重压。有的在为养老奔忙，有的在为儿女担忧，有的在为生计操劳，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熬过自己的难关。他终于理解到，兄妹之间若能偶尔走动，已是难得的缘分；若不能常常见面，那也是人生的命运。靠别人永远不如靠自己，把自己的情绪稳住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好，才是晚年真正的福气，才是最可靠的风水。从那以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安静了，也变得自在了。他不再期待别人必须回馈他什么，也不再强求别人必须照顾他的情绪。他开始学会自己安排生活，自己照顾自己，自己让那颗悬着的心稳稳地落了地。几年后，他看上去比以前开朗得多，也不再因为兄弟的疏远而纠结。他终于懂了，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不是变得亲近，而是懂得无怨无悔地放下那份过度的期待。人生越往后走，越应该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里。你能照顾好自己，就是给子女最大的祝福；你能不依赖别人，就是给兄弟姐妹最大的体谅；你能让自己发自内心的笑出来，就是给自己晚年最大的一份福报。当我们接受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些情念着念着就淡了这个事实，心里就不会那么痛，不会那么累，也不会那么执着。你不把希望全部捆绑在别人身上，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而心碎；你不把幸福的遥控器交到别人手里，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变化而惊慌失措。你稳住自己，就是在稳住你的整个余生。当你做到了这第三件事，你就真正的赢了，不是赢了别人，而是赢回了你自己人生的主动权。朋友们，到了人生的下半场，我们最先发现的不是身体走得慢了，而是心走得慢了。年轻时听不进去的大道理，到了晚年竟然一字一句都能听进心里。年轻时执着到偏执的事情，到了晚年看起来不过是随手就能放下的尘埃。易经里说，物极必反。感情也是一样，你抓得越紧，它越容易断；你看得越重，它越容易变味。很多兄弟姐妹间的心结，不是因为对方做得太过分，而是因为你心里给他的期待太沉重，他达不到，你就委屈；他没回应，你就生气。可你忘了，他也有自己的苦，自己的不得已，自己的人生步调。这世上没有人能把所有关系都维持得恰到好处，亲情也一样，它需要维系，但绝不能用力过度。很多智慧的老人到了晚年活得特别自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放，事情放一放，心就轻了；恩怨放一放，气就顺了；
期待放一放，人就自由了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终于明白了，有些东西抓在手里是沉重的负担，放在心外才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。我曾听一位老人说，他跟弟弟10几年没讲过一句话，不是恨，也不是不想讲，而是双方都觉得对方应该先来找自己。后来父母不在了，唯一的牵绊也没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忽然感觉自己老了，再不放下，余生就要背着这个心结走向终点。他没有去找弟弟，也没有去解释，他只是选择把自己心里的那份硬气先放下来。从那天起，他不再想谁先谁后，不再算谁对谁错。他只告诉自己，只要我心里不恨，这段关系就不会真正结束。就这么一个念头的转变，他的日子开始变得轻松，不再因为过去的挂碍而失眠。后来一次家族聚会，兄弟俩再次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谁也没说什么，但那个气氛却比之前好太多了。你看，很多事情不是解决了才能放下，而是你先放下了，事情自然就化解了。人越老越要懂得，这世上没有绝对要弄清楚的东西，也没有绝对要去对峙的事情。中庸里说，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意思是，心只要能回到中正平和的位置，世界都会变得安稳。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，关系不是靠解释维持的，而是靠一份心的安定来维持的。只要你的心稳住了，你就不会轻易被激怒，也不会轻易受伤。别人一句话刺你，你不会再立刻反击；别人一个态度让你不舒服，你不会再放在心里反复琢磨。你越稳，亲情就越有可能回温；你越放松，关系反而越容易走得长久。当你真正走进生命的后半段，你会慢慢发现，晚年的幸福不再来自于别人对你的态度，而是来自于你如何对待每一段关系。亲情若能保持温和，那是缘分；亲情如果变得淡了，那也是天意。不要怨，不要恼，更不要勉强。你愿意以善意看待一段关系，它就不会变得太糟；你愿意以柔软面对人生，它就不会让你太痛。人生最难得的是心安，而不是关系有多亲密。你把自己的心安顿好了，就不怕别人的疏远；你把自己的情绪放轻了，就不会为一句话伤神。当你能做到这3件事，稳住情绪，斩断是非，依靠自己，你的晚年一定会比别人顺，比别人轻，比别人自在。你赢得的不是面子，也不是道理，而是人生的明白，是晚年的大福报。记住，你与兄弟姐妹的距离，其实就是你与自己内心安宁的距离。照顾好自己的心，家就不会乱；把心放柔了，福气自然来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别忘了点赞，分享给你身边同样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